轿子都已经到了，在外面候着呢，可以上轿了。这就来了。功过荣辱，飞檐成茧，世人各执一面。染指心血，招致罪孽非心。所愿为大道西为，归真为戒。可有人敢将生死作废？旦夕之间，心消魂灰，心火就此燎原。你说何为天下最拙劣的告别？喋喋不休的杀掠，莫等眼角那片薄雪，败了少年再见。你说火海间缘何时才能唤醒？分身正抛无悔，手心照回人间曙光，照亮穹天。好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新娘子，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了。我祝你往后余生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多谢了。染指心血，招致罪孽非心。所愿为大道西为，归真为戒。慢慢走，跟着我吧。将生死作废，旦夕之间，心消魂灰，心火就此燎原。你说何为天下最拙劣的告别？喋喋不休的杀掠，莫等眼角那片薄雪，败了少年再见。你说火海间缘何时才能唤醒？了却无休对决，手情召回人间，这残局该由人来收灭。青丝绕一缕，结发共长生。这拜堂啊，理应有父母家人在堂，亲朋好友相送，但你们二位都是孤家寡人，既无父母，也无亲朋，所以呢，只能向月老磕头了。吉时到，白首之约，良缘永结，匹配同称，佳偶天成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新梅，多谢了。我也谢谢你。
要走了，要回师门了。是要离开魏县了。我此次下山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办，如今私事已经办完，我也该早日动身了。那你路上小心。你还有多久？快了吧，也就这几日了。你不害怕吗？怕呀，凌迟之行，千刀万剐，怎么不怕？但怕又有什么用呢？我这大喜的日子，总不能哭一场吧？那你后悔吗？什么？你做过的那些事，收受贿赂，哄抬良价，违背上命，残害百姓，这些事，你后悔吗？打听我了。人总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，也许这就是我的报应吧。陆大人，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吗？夫妻一场，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？我宅在廊下养着一盆花，你如果方便的话，就把它带走吧，给它喝点水，别让它枯死了。好，我会好好养它的。别过来！你们是谁啊？别过来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要找谁啊？可是陆夫人啊，陆怀大人的妻子。哦，是。差爷到访，可是有什么事？后日呢，便是行刑的日子。按规矩啊，亲人可以去狱中见最后一面，最迟明日酉时之前，可别错过了时辰。最后一面。不是说要走了吗？是要走了，师门交代的事还没办完，不能再拖了。啊，花我找到了，我去的时候还碰见了2个小乞丐，可能是看着宅子空着就住进去了。要不要我处理一下？不用了，反正宅子也是租的，时间到了，东家自会收回去。这是什么花呀？藏心兰。藏心兰，没听说过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是边西人士，就打听了一些你那边的习俗，说是人要穿着新衣入土才能顺遂上路，不堕牲畜门道，来世才能够体面做人。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和样式，就按照我的喜好给你做了一套。多谢你了。要不要试试啊？不用了，最后不过是白骨一堆，裹上就好。开饭了。唉，这是上路饭，吃饱好上路。
例行公事。为什么不吃啊？不想吃。陆大人，你的案子真的没有冤情吗？人心所向，何来冤屈啊？总觉得你不像是个坏人。大理寺钦定罪状，判我凌迟执行。言官联名上书，参我的折子加起来足有100余册，外面的百姓也都骂我是贪财奸佞之人。这些你都听到了，为什么还觉得我不像是个坏人？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我们虽然接触不多，但我觉得你跟外面说的并不相同。如果你真是个贪财怕势之人，为什么不来求我帮忙？毕竟在世俗眼中，我也是个修行者。你不想活吗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才认识我几天啊？又了解我多少？不要那么容易相信别人。人心诡谲，远比修行之事要复杂难测得多。小心一点，终归是好的。时候不早了，你该走了。不瞒公子，其实我有一事想问。那日我听公子说话的意思，似乎陆大人的案子另有隐情，可是真的？姑娘与陆大人相识？姑娘可是魏县人？是啊，可我许久没有回家，也是近日才回来的。那姑娘觉得魏县有何变化？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变化。那就怪了，半年前那场大水，阴雨连绵2月不休，雍地9县颓垣残壁，家哭人嚎，死伤无数。操门县、江平县、历山县，平路成江，洼者深至丈余，官民庐舍倾塌不计其数。便是到了今日，也是人烟鲜见，荒沙百草，一望秋虚，哪如我魏县这般繁华？但也许是魏县的水患不如其他几县严重。魏县地处洼处，又濒临曹江，位置比其余几个县还要坏，可为何却安然无事呢？为何？是陆大人。自陆大人上任以来，就一直注重修缮堤坝、平沙修堤，在洪灾来临之际，还带着青壮亲自上阵，昼夜不休，方才守住了魏县的生机。那这么说，他违背上谕，不肯平抑粮价，就都是假的？是真的。当初9县联合下令，禁止粮商哄抬粮价，凡斗粮贵于100文钱，皆不可买卖。可陆大人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将粮食的价格涨到180文1斗。百姓们吃不起粮，自然是要怨恨他。那他为何要这么做？可是真如百姓所说，他收了粮商的贿赂。初始我也这般认为，可纵观其余8县，限制粮价，商人卖不得高价，索性囤积居奇，不肯出粮，更别提运粮来雍地了。百姓只得饿死在家中。9县之中，唯独魏县允许卖高价粮，于是粮商们纷纷来到了魏县。物以稀为贵，粮食多了，价格反而下来了。唯有有心之人去细细探究，便可发现魏县的高价粮只卖了不到2个月。那这么说，他可是做了一件好事啊！是好事啊，可百姓只记得他起初哄抬粮价，导致自己挨饿，却不知道什么是大局纵横。至于朝廷嘛，大灾饿死这么多百姓，总得有个说法。但我总觉得陆大人的罪定得太过草率了一些。大理寺从前也不是没有给官员判过凌迟，可这样有违人道的酷刑，总得一层层向上报吧。从州县到京城，直到皇帝点头。可陆大人的罪不到半个月便定了下来，这也着实太快了些。
若你说的都是对的，那陆大人为何不去喊冤呢？9县沆瀣一气，说话做事都是一个模板，挑不出错来。这个时候，谁做的不一样，谁就是那个出头歹鸟，替罪之人。唉，他又能去找谁喊冤呢？若真是这样的话，那陆大人得受多大的委屈啊！陆大人，你的案子真的没有冤情吗？人心所向，何来冤屈啊？不要那么容易相信别人，人心诡谲，远比修行之事要复杂难测得多。小心一点，终归是好的。鹿晗，该上路了。驾，驾！先宿命忠贞，门前自然。自然不朽过一生，剑不染尘，一挑起万千纷争。是魂换骨我都认，是痛如归涅槃生。只为人生换回是为人。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眼前刀的疼痛来为我活着作证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敢风敢梦不白头。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敢风敢梦，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眼前刀的疼痛来为我活着作证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敢风敢梦不白活，畅快一程。
这真是个铁骨汉子，行刑这么久，硬是一声没吭，这得漏了多少汗？哎，你数了没有？这王千刀的手上功夫你还不知道吗？在他手上能落得好，起码呀1000刀。1000刀啊！这么刚强的一个人，你真的会是个贪官吗？这就不清楚了。但这梁家高啊是真的，饿死人呢也是真的。这时候下雪啊？这时候下雪必会下雪。这时候不应该下雪，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此时下雪必有大冤呐！这么大，雪还那么大，你看，这肯定是有天大的冤屈，不会是这么是肯定是这事，就觉得有毛病，太清楚了。对呀，天都看不下去了。是啊，就是下雪了，这个事怎么会是这样？吃点吧，上面罚他曝尸3个月，以消民怨。这夜且有的熬呢。你说这陆大人是不是被冤死的？供词画押俱在，白纸黑字的，冤不了。可此时下雪了，连天都替他喊冤啊！哎，你说这陆大人是不是真的被冤枉了？慎言，这是宋大人亲自查的案子，大理寺定下的刑罚，是对是错，自然有上面人考虑。咱们只管闷头执行。什么人？人呢？师父说，我仙门中人，想要大道有成，就要心性坚定，不染凡尘，不沾因果。可我此次下山，识破了劫，强签了与你的姻缘，我心中有悔。可这恶果已经铸成，也无力回转，我只能大步向前。陆大人，我这回真的要走了，我得去给我师父取药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会多多给你烧纸，让你在下面竟然过得富裕安稳。还有，这周遭埋的都是我的亲人，他们慈善温厚，相信他们一定会好好待你，与你好好相处的。啊，保重啊，保重啊。哎，罗楚，你这干得好好的，怎么不干了？是啊，这外面的人可都争着想上里面当衙役呢，这可是铁饭碗，一辈子衣食无忧。这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？这人生啊，各有各的缘法。我呀，性子稳不住，天生吃不了这碗饭啊。那你能吃哪碗饭？看不出来吗？啊，我这张脸，得吃软饭。行，走了。行，保重啊，保重啊。出来啊！出来啊！别走了！别走了！别走了！
醒了多久了？3天了吧。哦，我这几天要走，久居一顿接着一顿，人缘好，没办法。你一只妖，做人倒是挺投入啊。哼，那当然。快走了。